站住好！漂亮！为了郭先生！漂亮！中国虎杨建平拥有着恐怖的爆发力，征战美国搏击擂台，用重拳暴揍美国格斗冠军，将其打得狼狈不堪。这如猛虎下山的气势，也让许多老外为之胆寒。杨建平在我国有着非常高的知名度，擂台上打法凶悍，尤其是面对日本选手，下手丝毫不留余地，就是要玩命的暴揍对手，因此被拳迷誉为中华虎。对手是来自肯尼亚格斗冠军伦纳德，从小练习拳击和自由搏击，转入职业擂台后获得了肯尼亚全国拳击冠军。这次嚣张来华挑战杨建平，在赛前还嚣张挑衅，扬言要用重拳暴揍中国选手，但杨建平岂能是泛泛之辈，势必要给其上一课，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。比赛开始后，杨建平率先使出一记低扫攻击，紧接着在打出后手拳的同时，突然下前进行抱腿，成功将老外抱摔在地，直接占据了上位骑乘优势，吓得对手赶紧用手臂锁住脑袋，防止杨建平进行地面砸拳。MMA 规则的比赛，也是我们50分擂台上第一次这个 MMA 比赛。对，我们台上的这个杨建平不停地使用拱桥来摆脱对手的控制，但这家伙就是丝毫不松手，将杨建平的腰部牢牢锁住，想要坚持到第一回合结束。杨建平没有轻易放过他，用手直接压住面部强势逃脱，瞬间骑在了对手胸部位置，随后用左右摆拳击打脑袋，但这家伙好像脑子就是一根筋，不停地用双手锁住腰部，结果遭来了更为严重的毒打。有明显的不同，这是时间的不同。第二个不同是技术的不同，我们倒地可以击打，对，但是在这种规则的这种判定的胜负呢，是致使一方运动员不能继续比赛，况且是主动的认输，要求。现在肯尼亚的这个老外被打得痛苦不堪，无奈翻身将后背给了对手，杨建平则是用重拳继续砸击。就在电光火石间，黑人选手瞬间翻身拿到上位，成功将杨建平控制在身下，但杨建平地面经验非常丰富，很快就将老外成功翻身控制。从制约到反制约，明显的可以看得到这个红方运动员杨建平的力量是绝对的优势。今天让我们观众也大开眼界了，哈哈。如果说这种 MMA 的比赛，电竞的观众朋友可能觉得在地面疯狂的转换过程中，杨建平牢牢占据主动权，黑人选手只能被迫挨揍，完全没有反击的能力。杨建平则是瞄准脑袋，就是左右重拳狂轰，老外被打得非常狼狈。比赛呢，它分为一个站立技和地面技。现在观众朋友们看的，这就是一个地面技的一个比赛。他使用他的这种下肢固定住这个对方的这种腿。现在伦纳多想解脱都很难。这是利用一种锁对方的这个头脑。此时杨建平抓住机会，拿到了裸脚位置，黑人选手瞬间喘不上气，赶紧拍手投降认输。裁判也是立马终止了比赛。这场比赛杨建平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，上来就按在地上一顿暴揍，黑人选手到最后都没能起身。最终杨建平裸脚降服黑人选手，狠狠打出了中国人的气势，为中国猛将点赞。黑人拳手擂台无耻犯规，不仅当众吐舌头挑衅，还恶意用段子绝孙拳击打中国选手裆部。老黑嚣张的行为也是将马克瑞激怒，抡起重拳狂轰脑袋，将其打得到处乱窜，非常狼狈。这个狂妄的黑家伙名叫奥托卡，来自于非洲刚果，人送绰号部落野，在赛前狂妄叫嚣，扬言要将中国选手暴揍 KO。 为何这家伙会如此嚣张？只因在非洲打出了一波5连的战绩，就变得嚣张跋扈，目中无人。但这次他惹到了不该惹的人。中国悍将马克瑞面对如此嚣张黑人选手，势必要给其上一课。到了双方对视环节，老黑就眼神凶恶，丝毫没有把我国选手放在眼里。比赛开始后，黑人选手率先压制上前，打出一记前手刺拳试探，马克瑞则是后撤游走调整一下，老黑竟然撅着大嘴挑衅。马克瑞突然打出一记后手重拳攻击，老黑丝毫不惧，
压上去使出凶狠的组合重拳狂轰，马克瑞被打得有点狼狈，只能后撤躲避攻击，看着防守，抡着大摆拳就冲。哦，这个假动作做得非常好啊！先是右拳假做了个，这时黑人选手竟然吐舌头挑衅，还趁对手不注意抡出后手大摆拳偷袭，马克瑞则是前摆迎击，将其打了一个踉跄。黑人选手不以为然，还开始秀操作，也是彻底将马克瑞激怒，直接打出一记后手爆头。好漂亮，右手。双方一个组合啊，看看双方的第2回合比赛啊，这是4回合的一次排位赛。哦，这个右手的后手非常准，又准又狠，又一个击倒了，击倒了。被击倒在地的黑人选手丝毫不投降，还想要继续战斗。马克瑞则是非常生气，冲上去控制在角落，突然打出后手重拳将其打晃。紧接着又是右摆击中脑袋，老黑被打得东倒西歪扑倒在地，这一幕看得全场观众热血沸腾。裁判则是上前继续进行读秒，没想到这黑家伙的骨头这么硬，被打成这样还不投降认输。小伙子其实有力量能打，对，但是防守回拳的能力不行。你们俩人同时中一拳，对吧？人家防守好，你只有半截力量打在人身上了，你却正整个力量。马克瑞啊，也还是这个经验不足，老黑见自己不是对手，就将马克瑞顶在围绳边控制住，丝毫不给其逃脱的机会。裁判则是上前将双方拉开，马克瑞非常生气，瞄准脑袋打出后手重拳命中，将黑人选手打了一个踉跄。马克瑞啊，但是说这个奥维卡也尽力了啊，对，他通过各种方式来阻止对手对他进行放倒，比较有经验，应该说像这样的一个拳手的话，还是比较有经验的。此时全场比赛的铃声响起，两人打满4个回合，最终马克瑞凭借重拳2次打倒黑人选手，获得了比赛的胜利，给这个嚣张跋扈的黑人选手上了一课，估计以后再也不敢这么嚣张了。为山东好汉马克瑞点赞。起来，然后怎么了？刚才好像是一龙受到一个重击，武僧一龙擂台装傻充愣，下一秒就被对手重拳击倒读秒。此前一龙还是占据着绝对优势，不知为何一龙突然不动，结果被打得颤颤巍巍摇晃。打倒一龙的是来自日本的长岛雄一郎，这家伙在日本有着很高的名气，获得超次重量级世界冠军，在擂台上打法凶狠，击败过众多世界名将。但他有着一个特殊的癖好，喜欢穿着奇装异服，打扮成动漫人物的样子，因此被拳迷誉为日本伪娘，还在岛国收获的一大批热爱动漫的粉丝。此战之前来华已经击败了一龙1次，这也变成了武僧一龙最不愿意回忆的一场比赛。同样，这也是一龙的复仇之战，势必要向全国观众证明自己的实力。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一龙能否击败日本伪娘复仇成功，一雪前耻。比赛开始后，日本选手率先压制上去，结果被一龙后手摆拳迎击，将其打了一个踉跄。一龙调整一下状态，直接打出后手重拳击中脑袋，紧接着又是高扫爆头，日本选手丝毫不惧。一龙见状又是一记正蹬，随后又是高扫开路，日本选手被打得丝毫不敢近身。方的这个庄家，现在从一龙的方向来看，一龙就是这种稳扎稳打的状态。好，拳手的基础巧合作方式，但这其中他又自行融进了一些现代格斗训练手段。可以说这位选手可以。这时一龙使出一记高扫攻击，日本选手则是打出后手拳的同时，一龙下前躲开，不料日本选手竟然无耻的击打后脑，气得一龙打出一拳打在日本选手下巴，将其打了一个踉跄。一龙乘胜追击，又是一拳打中下巴，将日本选手直接打跪在地。能抓住机会，抓住机会了，要连击了，是不是要击倒长岛要倒了吗？好，全场沸腾了，连续10几记重拳，这时候一龙用来打准，别急，这个时候将日本选手击倒后的一龙，不知为何站在原地突然不动，结果被对手一拳打在面门，将其成功的击倒在地。这一幕搞得全场观众一脸懵逼。裁判则是上前进行读秒，起身过后一龙则是颤颤巍巍，被打的都有点站立不稳。
比赛继续进行，翼龙非常的生气，瞄准日本选手脑袋狂轰重拳，瞬间将对手的眉骨打开了一道口子。裁判见状也是上前将双方拉开，叫台下医护进行包扎处理一下。这眉骨被推开了吗？没有，应该是眉骨被打开了，眼角应该是眼角啊。是左眼下眼角部位，好像是没动作。这种比赛啊，真是太精彩了啊！10秒钟啊，第二回合马上要结束了。这时比赛的铃声响起，双方打满了3个回合，翼龙在擂台上暴揍对手，竟然被判平局收场。翼龙也是成功稳住了他在全民粉丝心中的地位。看来翼龙的背景还真不简单，真不愧是来自少林寺的少林武僧。关于这场比赛大家有什么看法？请在下方进行留言讨论。